我跟崔玉柔在宫里斗得你死我活，没想到她临死前竟把孩子托孤给我。崔玉柔老家在江南，在宫里吃什么都得蘸白糖，我就不信她生出的崽子能吃得了辣。今天本宫非得给她一个下马威，让她哭着求皇帝换人抚养。这些都是你爱吃的，多吃一些，千万别跟本宫客气。孝敬长辈，理应淑妃娘娘先吃，儿臣不急。宁儿真孝顺，但本宫向来爱护幼小，还是宁儿先吃吧。那儿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哼，小崽子，过了今日，叫你看到本宫就绕道走。好好吃啊！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崔玉柔生的崽子居然也是来克本宫的！皇上驾到！王碧莹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如此对待皇子！父皇，淑妃娘娘没有。陛下，臣妾愚笨，不配抚养皇子，还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先传太医。如何？三殿下气脉舒畅，已然大好。淑妃娘娘用心良苦啊！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三殿下自其母妃死后悲痛至极，但把一切都憋在心里，怎么都哭不出来，长期郁结于胸。到了淑妃宫中，不到2个时辰就哭了出来。原来如此，淑妃，朕差点冤枉了你。你们两人倒是有几分母子相。淑妃，你冰雪聪明，将宁儿交给你，朕放心。朕改日再来看你。臣妾恭送陛下。儿臣恭送父皇。这个崔玉柔，存心弄个小崽子来恶心本宫。我听母妃宫里的人说，淑妃娘娘您和母妃向来不和，定然不会真心待我。看来宁儿误会淑妃娘娘了，特来赔罪。本宫确实没安好心。啊，你没听错，既然你注定犯在本宫手里，本宫就叫你知道，什么叫母债子偿。笑死！本宫的心早已比皇帝的脸皮都要硬了，想靠卖萌攻略本宫，做梦！皇上是不是受了风寒啊？不知又是哪个嫔妃想朕了？看来朕的魅力果然不可抵挡啊！还不赶紧去把人找回来！要是有什么好歹，本宫还怎么叫他母债子偿？娘娘，三殿下已经在东殿睡下了。知道了，你先退下吧。崔玉柔，你个不讲义气的，早早舍下本宫享福去了，还故意丢了个甩不掉的小牛皮糖给我。本宫就是看不惯你日子过得太安逸。怎么样，你咬我啊？让你得意，我非掐死你！娘娘没事吧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娘娘，三皇子出事了。你说什么？三皇子他……别说了，就算天塌下来，本宫现在也要睡觉。娘娘，崔玉柔，老娘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？快给本宫更衣！是。三殿下，你这几日连续交不上功课，简直是目无尊长，顽劣不堪。太傅，我真的做功课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。看来老臣今日必须替陛下好生规训殿下一番，请殿下将手伸出来。住手！这大清早的，何事如此大动肝火？淑妃娘娘，淑妃娘娘，三殿下屡教不改，连日交不出功课，老臣这是在代为管教。昨天夜里，本宫特意让小云把他灯熄了，不许他用功学习。本宫就是要做他求学路上的绊脚石。母娘，三皇子天资愚钝，又疏于功课，看来是崔玉柔生前便疏于管教，如今太傅愿代劳，淑妃妹妹该高兴才是啊。你这么护着她，不会是想故意把她养废，以此来报复崔玉柔吧？良妃姐姐说的是。近日听陛下说，二殿下的字写得大有进见。二殿下身为兄长，能不能帮本宫写张字帖，叫三皇子临摹学习呢？好说。嘿，云儿不得无礼，只是写过字体，姐姐何须如此激动？我写完了，写得真好。淑妃娘娘，你也不相信我吗？二哥他……这里没你们的事了，出去玩吧。太傅觉得这字写得如何？字迹不同，这份功课绝不是二殿下自己写的。果然，这宫里小孩的功课是守恒的，有的人写了交不上，就有人没写却交上了。王碧宁，我警告你最好少管闲事。崔玉柔已经死了，他的儿子凭什么跟我的云儿争？齐宁现在是我含光宫的人，我警告你，你想替儿子争太子之位我不管，但你若再敢把歪心思动到我的人头上，本宫不介意跟你斗赢。还有你，老眼昏花就去治，若下次再不分青红皂白，你就可以提前回老家安养了。是，老臣知错。一大早的搅扰老娘清梦，处理这些破事。淑妃娘娘，等等我！不听王八面精。
太傅都告诉我了，也跟我道歉了，对不起。我以为你也不相信我呢。宁儿，给淑妃娘娘赔罪，多谢淑妃娘娘还我清白。差点就要和齐宁母子情深了，哼，本宫心里只有母债子偿。淑妃娘娘，等等我。算了，明日再让你母债子偿吧。娘娘，陛下着人传信，三殿下已经到了跟宫中甲位学骑使的年纪，上服局为三殿下做了一批旗装，请娘娘过目。我瞧瞧。淑妃娘娘，一套就够了，宁儿不需要这么多衣服。坐好。是。本宫小时候养的狗都比你的衣服多。娘娘，崔家老夫人着人给三殿下送了旗装来。崔家用料柔软精良，尺寸合身，贵气却不逾制。外祖母还想着我，宁儿也好想外祖母。什么破东西，也配进我寒光宫的门？丢出去烧了！是，这是外祖母送给宁儿的东西，轮不到你们这些外人处置。外人？是宁儿说错话了，你不要生气。但这是外祖母送给宁儿的，求求你不要扔掉。你可信我？宁儿相信淑妃娘娘，但是信我就看着。旗装要日日穿，是近身的东西，又缝着硬壳，最方便做手脚。不过这东西不会伤人性命，只会叫皇上觉得我照顾不周。说穿了，是冲本宫来的。是外祖母吗？怎会？她当然是疼你的。这衣裳过了不知多少人的手，就算查下去，也是一笔烂账。齐宁哭得我晕头撞向，一不小心就答应把看过的旗方都留下，还叫上服于再做20套新常服来。齐宁就这么每天2套衣服不重样的过了1个月。哼，淑妃，你这也太奢侈了，1个月给她做20套新衣服，成何体统？父皇看到儿才这身衣服了吗？看见了。怎么？淑妃娘娘送的，您没有吧？你这逆子！淑妃娘娘，再过几日就是春猎了，你陪我去练射箭好不好？走嘛走嘛。陛下，臣妾告退。腰挺直，弓若紧。出发前本宫怎么教你的？遇见大型野兽立刻跑，不许逞强，不许脱离侍卫的视线，还有不许空手回来丢本宫的人，听见没有？儿臣记住了。淑妃娘娘放心，儿臣今日一定要抓一只最漂亮的小鹿回来，给娘娘剥了皮做靴子。驾！娘娘等儿臣的好消息。娘娘，外头天气这么好，您向来最喜欢这种场合了，往年都是拔得头盔。今日您不去林子里跑跑吗？奴婢让人把您的黑骏马牵过来。黄碧莹，你有完没完？你是个土匪吗？快带着你的马滚开！不去了，娘娘可是身子不适。从前孤身一人，自然是想去哪儿去哪儿。现在要养小孩了，不能让他跑回来的时候掀开帘子却找不到人啊！娘娘真是用心良苦。三殿下和刚来咱们寒光宫时相比，简直像是换了个人。如今殿下眼里有了光，都是娘娘您的功劳。都在林子里转了半天了，怎么连只野鸡也不见？我还要给淑妃娘娘打小鹿呢。小可怜，你也没有母妃了吗？是不是很害怕、很难过？别怕，我带你回家，我给你寻个世上顶顶好的母妃，好不好？她虽然嘴巴很毒，脾气很差，但她真的很好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只是崔娘的事，你别管。崔玉柔死的正，这臭小子简直不像崔玉柔亲生的，倒像是野猴子托生的，玩疯了，连饭都不知道回来吃。娘娘别急，猎场有侍卫跟着，殿下或许只是贪玩。不对，旗装里加东西，寒光宫中出现毒点心，那些躲在暗处的阴沟老鼠怎么可能放过春猎这么好的机会？备马！齐宁，你别过来！宁儿，别乱动，听话。不要你，我想要我母妃，我不要你，求求你了，淑妃娘娘，你回去吧。好好好，胆子又肥了，好小子，等我回去再跟你算账。别怕，淑妃娘娘来了。淑妃娘娘在边关的时候，随便丢把刀出去，都能把敌军的大旗打下来。你信不信我？我真的想信你，但是信我就行了。我说跑，你就往我这边跑。跑！淑妃娘娘，
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这林子里不安全，我带你回去。淑妃娘娘，是宁儿冒失，不该一人闯进林中，对不起。既知错了，就回帐中去反省吧。我不让你出来，就不许出来。是。母妃，你醒醒啊！求求你，千万别再丢下宁儿！母妃，吵死了！不是让你小子在帐中反省吗？我真是欠了你们母子俩的。我和崔玉柔从相识起就是死对头，皇帝其实不重要，他只是我们之间的一环。你这死丫头居然先生了皇子，气死我了！来之前连喝了3瓶老陈醋，牙都是酸的。快给淑妃端杯茶，漱漱口。辣死了！可才不过5年光景，崔玉柔变得骨瘦如柴，躺在病榻上奄奄可息。陛下，臣妾死后，宁儿必须交给王弼人抚养。爱妃，淑妃性格火爆，换个人吧。不，只有他，这后宫吃人不吐骨头，只有他能护住我的宁儿。陛下若不答应，臣妾死不瞑目。好好好，朕答应你。他死得太早，死得蹊跷，我却觉得他死得好。下辈子他在江南游船，我在边关骑马，都不用在这富贵牢笼里熬。你想好了？是，儿臣不愿意再叫淑妃娘娘做儿臣的养母。你小小年纪就逢此等惊变，一定吓坏了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此事等你淑妃娘娘身体恢复了再说。小白眼狼，老娘为了你连毒蛇都敢挡，你倒好，趁我没醒就要拆火。淑妃娘娘，你醒了！站那么远干什么？怕我吃了你？遇见危险不叫人。本宫最近是不是对你太温柔了，让你以为本宫提不动刀了？不招，本宫现在就判你挠痒痒执行，立即执行。淑妃娘娘养宁儿前过着顶顶快活的日子，养了宁儿后，每天不是被诅咒就是被下毒，如今还差点连命都没了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怕我真的把你害死了。我不要你死。照你这么说，不管谁养了你，就算出门被狗咬了，都不能怪狗，得怪你太倒霉。淑妃娘娘被狗咬了吗？要不要去叫太医？回来，本宫这是比喻，去收拾一批嚼舌根的，直接乱棍打出去。是，娘娘。再去告诉那没用的皇帝，他儿子只是受了惊吓，什么不要我养的混账话，统统当不得真。淑妃娘娘快看，我在猎场捡回来的。你在皇帝身边养豹子，嫌命长啊！受访的人说，这豹子太小，像是母豹嫌弃太弱，有意丢弃的，抢来也长不了太大。淑妃娘娘，你看它没有娘疼多可怜啊！怎么这2个看起来还有点像？爱妃身体可好些了？父皇！哎呀，爱妃，这是豹子，危险！陛下看错了，这是猫。不，怎么看都是豹子。父皇真的是猫哦。不，果然还是豹。罢了罢了，你们说是猫就是猫吧，朕还有政务。爱妃，朕改日再来看你。以后他就叫飞云。淑妃娘娘，打雷了，宁儿好害怕哦，可以和宁儿一起睡吗？行。咦？三皇子殿下，皇上着您去御书房问话。好，我这就来。飞云，走去御书房。娘娘，刚才皇上着人将三皇子殿下叫去御书房了。皇上突然叫齐您干嘛？奴婢听说崔家有意送崔二小姐入宫，崔玉柔的妹妹。正是。陛下会不会是想将三皇子殿下交由崔二小姐抚养？好啊，本宫乐得清闲。淑妃娘娘，我回来啦！给淑妃娘娘请安。瞧你这一头一脸的汗，别蹭到本宫衣服上。今日皇上叫你去御书房，问了些什么？父皇问我想不想做太子。太子？齐宁出骑射外，似乎并无什么长处。若论母族势力，他也不占优。崔家不在京中，而我家世代镇守边关，亦无助力。皇帝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我跟父皇说我不想。为何？宁儿知道淑妃娘娘不喜欢宫里，等宁儿长大了，就带淑妃娘娘到封地去快活。你个小鬼灵精！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二殿下你来背下孟子。什么来着？三殿下，你又迟到。太傅息怒，学生的身体还在长。淑妃娘娘说睡眠不足会变傻，那你把孟子尽心上背来听听。知其性则知天矣，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这样确实对身体不好。太傅，朕知你辛苦，不如将讲学时间改成上午吧。臣遵旨。齐宁，今日多亏你，才让父皇修改旧例。为兄发誓，此生绝不和你论短长。
最近前朝是不是有什么动静？皇上看齐宁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了。奴婢听说皇上似乎有意在为三殿下立储造势。什么？他还没放弃？不过三殿下至今都没公然改口叫您一句母妃。前朝都在传您和殿下关系冷淡，甚至有人说崔家想要重新夺回殿下的养育权。本宫可是每天好吃好喝供着他，连豹子都给他养了。他没叫母妃，那是因为本宫还没忘记母债子承的大业。本宫得去养心殿看看皇帝那个老头子到底想干什么。宠物长不大是你的谎言，这叫长不大。宁儿，飞云什么时候才愿意让朕摸一摸？朕可是天子，他怎么就不能给朕个面子？救驾！救驾！儿臣和淑妃娘娘一直跟他说他是猫，他就像猫一样和我们亲近，可您非说他是豹子，他自然要在您面前做豹子了。真当朕是瞎子吗？这是豹子，豹子！来，咪咪，到朕这里来。这老头子不会是因为太想铲屎，所以才想把江山托付给齐宁吧？陛下，崔家把崔二小姐送进宫了，让他们等着。崔家这是眼看齐宁要当太子，急着往宫里塞人抢夺控制权了。齐宁，我告诉你，这片毛肚是本宫先看上的，你别抢。兵不厌诈，淑妃娘娘教我的，战场上先下手为强。宁儿是我姐姐唯一的血脉，那王碧英是个粗鄙的武将之女，谁知道爱地里怎么苛待宁儿。今日我既然进宫了，就绝不能让宁儿再受半点委屈。娘娘说的是，三殿下身上流着一半我们崔家的血。走，本宫倒要看看这寒光宫是什么龙潭虎穴。姐姐啊，你若在天有灵，看看你的亲骨肉，如今竟被折磨成这副模样，堂堂皇子竟被逼着吃这等粗鄙辛辣之物，这定是有人故意要坏了你的脾胃，你受苦了。这位娘娘，你谁？我是你的。算了，你是谁不重要，你别管我的事。殿下怎么如此失礼？来，本宫为你引荐一下，这位是崔玉和，你母妃的亲妹妹，也就是你的姨母。殿下在宫里孤苦伶仃的，实在是受委屈了。不过殿下放心，如今姨母来了，姨母定然会替姐姐照顾好你，再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本宫倒要看看你这只小狼崽子怎么应对这泛滥的母爱。这位娘娘，奴婢说话直，您多担待。崔家若真想送人进宫照顾三殿下，当年崔娘娘刚去的时候，您怎么不来？你一个贱婢，敢这么跟本宫说话！当年殿下年幼多病，遭人暗算时，是咱们淑妃娘娘衣不解带的守着。小崔娘娘，您倒颠颠的跑来摘桃子了，这天底下的便宜全让您崔家占尽了。你就这样纵容手下的奴才辱骂宫妃，这就是你寒光宫的规矩。你这丫头，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主子们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把库房里那堆生锈的铁剑全给本宫擦得锃光瓦亮，擦不完不许吃饭。奴婢知错。奴婢这就下去领罚。殿下，寒光宫的人不懂规矩，让您见笑了。您要是觉得委屈，跟您这亲姨母回去也成，本宫绝不拦着。淑妃娘娘放心，宁儿都懂得。宁儿和淑妃娘娘之间从来都只是母债子偿的关系，母妃生前欠您的债，这债一日没还完，宁儿就一日守在娘娘身边。等等，什么叫这辈子还不完了？怎么这孩子越大越甩不出秃了？崔家如何不想早早送人进来照顾您？只是姐姐临终前留有遗言。那可真奇怪，若是母妃留有遗言，绝不许再送崔家女儿进宫，那姨母您为何如今又会在淑妃娘娘的寒光宫里呢？您宁肯违背我母妃的遗言，也要进宫，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姐姐在天之灵若知晓，不知该如何悲痛。若母妃在天有灵，只会感激淑妃娘娘将我养大。这小狼崽子牙齿终于长齐了，能护着我了。淑妃娘娘真是好手段，我迟早会让殿下认清你的真面目。哼！淑妃娘娘，你要相信宁儿，宁儿绝不会背叛淑妃娘娘。本宫相信你，但你休想用本宫新做的裙子擦嘴。淑妃娘娘真是聪明又美丽。少来，本宫最讨厌阿谀奉承之辈。但没过多久，我便知道了崔玉和是为何进宫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皇子齐宁朝野内外多有家誉，立齐宁为皇太子，钦此。儿臣谢父皇隆恩，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齐宁被册封为太子，按理应在仪式上跪拜父皇母妃，他跪了谁，谁便是来日的太后。崔家不愿便宜了我这个养母，才送了崔玉和进来。淑妃娘娘，宁儿，册封大典上你想拜谁就拜谁，就算齐宁想选崔玉和，也是人之常情。毕竟他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脉。这些年来，齐宁夜里想念崔玉柔，偷偷的哭，我都是知道的。
母妃，你唤我什么？宁儿只想跪拜您为母妃，只是宁儿害怕，怕您不愿做宁儿的母妃。这可是册封大典，不是儿戏。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。吉时都快到了，淑妃娘娘怎么还没来？我不是怕镇不住场子，退缩了吧？王碧宁没来，只要我今日代受了太子的跪拜，全天下的朝臣就都知道，我才是太子的母妃。陛下，这祭天拜祖的时辰耽误不得，不如就由臣妾来代劳吧。崔玉和，认清你自己的位置，太子并未选你，退下。吉时已到，太子行三跪九叩大礼。淑妃娘娘驾到！他怎么敢？他竟然敢把姐姐的牌位请出来，逼着齐宁在其他人当中做选择，是一件很残忍的事。即使他今日贵为太子，也要被迫承认母亲已逝的事实。更何况，崔玉柔，若你在天有灵，谁能忍心叫你错过这一刻？钟鼓齐鸣，太子行大礼。太子殿下千秋！快看天上，祥瑞，这是天降祥瑞啊！正像崔玉柔含笑的眼睛，看来你在天上也很满意吧？好，好，天降真龙，此乃上天护佑我朝，佑我太子，大把礼成。万岁，万万岁！等着吧，我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王碧莹，你就好好享受这一刻吧。你去跟父皇说，飞云可以借他玩3日，但是那对西域进贡的羊脂玉如意，还有新得的几匹蜀锦，必须得给姑送来。姑要拿去孝敬母妃，请母妃去看看新修缮的东宫。殿下对淑妃娘娘真是孝心一片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姨母，您不在宫中休息，拦着姑的岔路，有何指教？指教？本宫哪里敢指教太子殿下？册封大典一别，本宫被王碧心那个贱人害得软禁在寝宫，直到现在。软禁姨母是父皇下令，与母妃何干？母妃？你唤她母妃？姐姐，你听见了吗？妹妹竭尽全力，还是未能拦住太子殿下，认贼作母。放肆！崔玉和，你可知诽谤当朝淑妃是何罪名？王碧宁为什么会对你这么好？她那是心虚。姐姐当年正值盛宠，却暴毙身亡，死得那样蹊跷，太子殿下心中就从未有过羁疑吗？闭嘴！母妃待姑视如己出，多次舍命相救，岂容你在此挑拨离间？殿下，姐姐临终前口口声声念着的都是你啊！你如今尊贵无比，却认杀母仇人做母，让姐姐在九泉之下如何瞑目？淑妃娘娘为了救我，九死一生，她怎么会是杀害母妃的凶手？可是她为何要说出那样的话？姨母说话要有真凭实据，若是你敢信口雌黄，姑定将你碎尸万段。若无真凭实据，谁敢指认太子养母？证据一直都在姐姐的旧宫之中，殿下可敢随我去看上一看，揭开王碧宁那张虚伪的面具？好，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拿出什么证据。虽然齐明成了太子，但这幕后想要他命的人却仍未现身。是谁杀了崔玉柔？是谁这10年来像毒蛇一样盯着齐明？老小子虽然不靠谱，虎毒还不食子，到底是谁？这不是太子殿下吗？今日大驾光临我这小小的寒光宫，有何贵干啊？明儿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何事了？淑妃娘娘，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爱妃啊，你和太子之间究竟是怎么了？宫里现在人心惶惶，都说太子一连数日不踏足寒光宫，天天在崔妃的旧宫里徘徊，要不就是在崔玉和宫中陪伴姨母。太子的脸色阴沉的吓死人。臣妾好奇问一句，若是有人谋害宫妃，奏诏暗杀皇子，现在是太子了，按照该当何罪？此乃十恶不赦之谋逆大罪，按律当诛9族。陛下，如果您想说诛9族的话，臣妾好心提醒您一句，太子本人您也在，所以这个刑罚是不是不太严谨？你，殿下，自从姐姐仙逝后，这里便再也没人来过了。每每走到这殿外，本宫的心就如刀绞一般痛。殿下，您看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当年害死姐姐的罪魁祸首。老天有眼，这是何物？姐姐临终前，趁着旁人不备，亲口告诉我的。她说，她就是被淑妃那个毒妇以此物所害。淑妃江门出身，性情暴虐，她一直嫉妒姐姐得宠，更嫉妒姐姐生下了您。她表面上对您好，其实是为了霸占您，顾她自己在后宫的地位啊！您可千万不能被淑妃的伪善面孔给骗了，一定要为姐姐报仇雪恨！
1日之内必死。淑妃那毒妇面慈心狠，这10年不过是在利用您。如今物证在此，姐姐的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。您可一定要……姨母，殿下请说。姑是母妃在这世上最爱重的。当然了，姐姐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您。哼，那就对了。殿下，您笑什么？您拿下！崔玉和，你可知罪？本宫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本宫冒死带你来找凶手，你却听信谗言，反咬一口。母妃去世前6日，病情已经大为好转，父皇甚至亲自去探望，说她已无大碍。可是第2日，她却突然疾病暴毙。只有你以妹妹的身份去探望过她。你所谓的1任必死，根本不是淑妃下的毒，而是你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呸！她不过是个虚伪至极的贱人，凭什么她是嫡长女，生下皇子，享尽荣华富贵的应该是我？她挡了我的路，她活该去死！拖下去，明日午门凌迟处死。能够离开这座困住她的皇城，对崔玉柔来说，或许也是一种解脱吧。所以，母妃当年才会留下那样的遗言啊。什么遗言？前几日姑装作和您苦大仇深的样子，演得确实很辛苦，但其实就算没有那瓶药，就算没有查出真相，姑也知道绝不会是母妃您下的手。哦，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万一真的是本宫心狠手辣呢？姑是生母在这世上最爱重、最放心不下的。生母那么聪明的人，定然会把姑交到她最放心、最值得托付的人手里，所以她才会留下遗言，不许崔家再送女儿进宫。这是她对我最后的保护，也是对您绝对的信任。哼，算他崔玉柔临死前还有点眼光。前几天为了引蛇出洞演戏太累了，而且东宫的常服好少，您什么时候帮姑再选几块好料子，做几身新衣裳啊？回去就做。堂堂太子，整天缠着本宫做衣服。那今年春猎，母妃带姑去打老虎吧。皇家猎场哪来的老虎？只有野猪，你要打自己去打。那要不，母妃，我们偷偷丢下父皇，去边关看望外祖吧。我们去大漠，去草原。齐宁，儿臣在。怎么了？